这儿，我已经闻见血腥味儿了。真够歹毒的，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真孙子！咱们这回遇见狠的了。哎，阿曾，法医初步验尸结果，死者韩玲母女是被人用利器砍成复合伤，分别致失血性休克和创伤性休克而死。凶器就是那把断了把的斧子。有没有邻居反映听到什么异常的响动？暂时还没有。开门，警察。没人吧？什么没人呢？我都听见打呼噜了。开门呐！警察，快点儿！真是警察呀！请进，有事儿啊？甭进去了，就这儿说吧。这儿说好。说什么事儿？你睡醒没有？就算睡醒了吧。你这一觉睡了多长时间啊？从昨天晚上8点一直睡到现在。昨天夜里听见什么动静没有？没有。昨天夜里，你的邻居韩玲母那2个被杀了。哦，我说你的邻居被杀了。我说哦了，就证明我知道了。嗨，我说你这人，母女2条人命，你怎么能这么无动于衷啊？我跟他们非亲非故。什么？可能我还没睡醒吧。你良心睡醒了没有啊？用不用我帮你醒醒啊？不用，现在醒了。警察先生，您问什么事儿？昨天夜里，听见看见什么没有？真对不起，昨晚上我喝多了，一觉，就睡到现在。了不得了，连咱们这都出了杀人案了。来来来，拍照了吗？死者年龄估计在20到25岁之间。哎，你们看，死者的头部和颈部都有伤，我怀疑啊是窒息而死，具体情况要等验尸报告出来再说。要先弄清楚死者是谁吧？对啊，第一步先查尸源啊。报告写清楚。谈谈吧，你们对这个案子的基本想法，当然，初步的，啊。作案手段凶残，凶手的本意似乎是一定要置人于死地。为了慎重起见，现场贵重物品和现金情况还要与事主核查以后，才能排除图财害命的可能。大曾，大曾，啊，你谈谈，问问事主再说吧。让一下，让一下，让让。好。
下一步咱分头排查，争取尽快查明死者身份。好，咱们先统一一下死者特征，行吗？你刚才没看清楚啊？当然看见了，可是我觉得他活着的时候肯定不能是这个样子吧，龇牙咧嘴的呀。那当然，被掐死的没有一个好模样的。咱们只要记住基本特征就可以了。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我跟你们反映个情况。好啊，欢迎欢迎。大妈，您慢慢讲啊，来，您记。那昨天晚上10点多钟，我正在家里看电视，就听见外边有人喊“救命救命”，是个姑娘的声儿。我先是以为哪家小两口吵架，要不就是哪个频道演什么电视剧呀，我就挨个的找那个频道，没等找着，那声儿就没了。可今儿早上一起，发现死一个姑娘，你们说这事儿闹的？大妈，谢谢您提供的这个情况。您说您昨天晚上听见有人喊救命的准确时间是几点？10点半，不到11点。记下。你们快告诉我，那喊声跟这姑娘有什么关系吗？这个现在可说不准。哎呦，万一要是那个姑娘的事儿，那我不就成了见死不救了吗？大妈，没事儿，谢谢您，谢谢您提供情况啊。警警队的，我们去保卫科跟保卫科站联系。是这样，宿舍区那边发现女尸的事儿，我一上班就听说了。出于干保卫的职业敏感，我马上到厂内查问了一下，结果发现，我厂检验员常静昨晚上夜班外出，就再也没回来。你说一下常静的特征。好。常静22岁，身高1.65米，较瘦。大概昨天晚上10点多钟离厂，走的时候，他跟同事说是去小卖部买洗发液。大概穿的是一身粉色套裙，真有点像啊。对。家属报警了吗？我们想让亲属辨认一下尸体。李科长，我妹妹有信了吗？亲属来了，他是常静的哥哥，叫常飞，是我们厂的钳工。刘建伟，我们找你来是想问一些关于你妻子韩玲的情况。你最后一次见到韩玲是在什么时候？你跟韩玲的夫妻关系怎么样？听说案发前你们两口子曾经发生过争吵，为什么？哎，醒醒啊！你这么哭，那娘俩能活过来吗？提供线索。我后悔，我对不起他们。你后悔什么？你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我那天晚上我干嘛打牌去啊？这也太夸张了吧！怎么了？老婆孩子死了，伤心哭，不对啊？你看那是真的吗？你不觉得像在演戏？你这人啊，上回有个死老婆的不哭，你也说不对。这男人啊，在这种时候悲哀应该有个限度。这刘建伟总有哭够的时候吧？甭着急，慢慢的，咱们一个一个问题问他。现金情况和贵重物品他全都不知道，他跟他老婆经济分开，到底丢了多少东西他也说不清楚。我有个事儿得问他。刘建伟，那是你们家的吗？什么呀？我不知道。什么就不知道？我问那3个煤气罐是不是你们家的？那是啊，那不是煤气管子还没通吗？那煤气罐是你们家的？是啊，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他们。
你们家用一个摆着3个，用4个没习惯啊？你卖没习惯呢？程飞，你来认一下，看是不是你妹妹。不成，我害怕。现在可不是害怕的时候，你必须确认死者是不是你妹妹。要不你们告诉我是不是得了？我不认了。我们怎么知道她是不是你妹妹？你们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你这当哥的怎么回事？就不能为了你妹妹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吗？我怕，我怕什么呀？我怕看见不认识的女尸吓一跳。你要是不看一眼，我们怎么知道接下来是找你妹妹呢，还是找杀害你妹妹的凶手呢？别耽误时间了，来吧。小静，你看准了，是你妹妹？是她，她就是我妹妹。小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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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是谁害的她。是谁？这不止一个，都是死追我妹妹没追着的人。你说，有1车间车工小李，2车间技术员小赵，食堂的小麻子，电工于军儿，后勤的小四眼儿，篮球队大马，还有我们保卫科长他弟弟。小静，小静。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上可以排除仇杀的可能。根据他们熟悉的人讲，死者韩玲和她的丈夫柳建伟都是老实人，不跟人发生纠纷，仇家就更谈不上了。不是图财害命，不是仇杀，那就是情杀了。我们掌握这么一情况：死者韩玲和她的丈夫柳建伟的生意伙伴刘晓东关系特别密切。案发前2天，2个人因为刘晓东的事儿大吵了一顿。那你们俩的意思是？死者韩玲的丈夫柳建伟身上确实有疑点，但是我怎么也不能想象，他为了一个刘晓东，竟然把自己的亲生女儿也给杀了。你可别忘了，一掺和上第3者的事儿，是不是亲生闺女，那可就顾不上了。可柳建伟确实有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啊。他能雇凶杀人呢？这年头有钱什么办不成啊？钱能使人变成鬼啊？那你的意思是，柳建伟可能就是杀人凶手？我替季杰说吧，证据不足。行了，有事再找你。好，谢谢你啊，再见。那，谢了。还有一个。啊，是，要不先吃饭，吃完再说吧。还有一个叫于军的，也没有什么问题，他平时挺老实的，也有了女朋友了。好好。查完再说吧。他夜班，他在宿舍睡觉呢。你带路。好。于军，啊，开下门。啊，他叫于军。于军，你给我听好了，公安局的人来问话，你可要实话实说，有什么说什么啊！要隐瞒什么，可是没罪便有罪了，有罪罪加一等。告诉你，你
的问问。8月6号晚上10点以后你在干嘛？喝酒。跟谁？在哪儿？我一人。先在小饭馆喝，没喝够，又到厂门口接着喝来的。身上的伤哪儿来的？说，警察问话，为什么不说？不说，验伤也能验出来。有人抓的呗。哪个女人？我女朋友。谁知道你女朋友是哪个？说姓名。江萍萍，就是把你弟弟蹬了，跟我好的那个。你扯这个干什么？身上的伤到底哪儿来的？我喝多了，想跟我女朋友干那个，她不干，搞成这样了。真的？我没撒谎，不信你们把她叫来问问她。就现在掌握的情况，死者丈夫柳建伟种种不正常的表现，加深了我们的怀疑。韩玲和刘晓东的关系，以及案发前柳建伟和妻子韩玲的争吵，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丈夫因为吃醋，唆使他人杀妻灭女。这么说，你们这个案子不就破了吗？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还缺乏足够的证据。现在我们已经把主攻的方向都放在了情杀上了，在这一点上，大家还有什么异议吗？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不是图财，也不是仇杀，多半就是情杀呀。我怎么就弄不明白呢？情杀跟仇杀有什么区别？因情生恨，记仇杀人，不也是仇杀吗？可真正的仇杀是不会跟爱情有关系的。哼，听这话茬儿挺像你啊，大曾。大曾，大曾，走神了啊！大曾，啊，我准备再在现场勘察一次。说说你们那个案子吧。常静最近刚和一个准备和她结婚的男朋友分手，另外她在社会上的交际也很广，她干过传销、推销那类事儿，所以她的死亡原因可能很复杂。那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办呢？怎么办？挨个排查呗。场内的嫌疑对象我们已经排除了，接下来就是查社会关系。几点了？先垫点吧，咱们要抓的人没准正下馆子呢，咱也别饿着啊！来。大曾，你干嘛呢？快过来！来，你看这儿，这血迹跟案发现场的取样对比，韩检组这回又有活干了。你看那儿，这案子越来越有意思了。弄什么呢？好不容易请你吃回饭，别吃不出味儿来啊！你说我怎么就没注意到那3个煤气罐呢？还差点让柳建伟给咱们带沟里去。这就是搭档的好处，你没注意，我注意不就行了？可是我不能原谅我自己的疏忽。你这不是疏忽，是愤怒。你看见那么小的孩子被杀，心里控制不住一种愤怒，由于愤怒，你忽略了一些事实。但是我欣赏你的愤怒。什么？你是个性情中人，我喜欢你这点。吃吧。这面怎么这么辣呀？我请你吃的是辣面，你刚吃出味儿来呀？辣。来点醋，来点醋。柳建伟，请你冷静，仔细听好。我们问的是你家储物间靠西墙并排放着的那3个煤气罐，是你弄来的吗？那是
我妻子弄来的。什么时候？这我不知道。哎呀，这些天光顾着和他吵架了，家里的事我就没管。没管？没管怎么知道是你们家的东西？你看见你妻子把他们搬来了吗？你妻子和你说过把他们搬过来吗？那你怎么确定是你们家的呀？那就不是我们家的。你现在必须说真话啊！哎呀，我都这样了，还撒什么谎啊？就像现在剩我一个人一样，千真万确是真的。那你上次怎么说的？啊？通过我们再次调查柳建伟的街坊邻居，他们都说没看见撒煤气罐是怎么来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擦蹭在煤气罐体上的血迹跟死者血型同一，罐底地面上的足迹跟居室内现场发现的足迹之一相同。这个证据太重要了，为我们侦破提供了新思路，可又有点不着边际啊。凶手既然已经用斧子做了案了，那他要煤气罐干什么呢？不管怎么说，这个物证肯定跟案情有关联，查明因果，以物找人。谁呀？我。哟，警察同志，这回睡醒了？睡醒了。警察同志，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事儿来的。那天夜里，我真的什么都没听见。在这之前，你看见什么没有？你说什么？柳建伟家一气儿搬来3个煤气罐，不知道这事儿。就摆在跟你一墙之隔的储物间里。这事儿不知道。就摆在这儿啊！这不是你睡觉脑袋位置吗？我真的不知道啊！怎么不知道啊？就这堵墙啊！这不是你睡觉脑袋位置吗？我真的不知道啊！刚才大家伙都听见了啊，韩林母女被杀一案已经进入到扑朔迷离的阶段，距离上级要求我们破案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今天咱们发挥集体智慧，共同来啃啃这块骨头。哎，你说死者家属并不确定那几个煤气罐是他们家的，而且邻居也说没见过这几天死者往家搬过煤气罐，那是歹徒搬的。老郑，我说2句。说。凶手不是用斧头做的案吗？干嘛搬煤气罐来呀？刚才不是提到储物间有用过的蚊香吗？那就证明这个人想引起一场爆炸案。可是为什么没有炸呢？从血迹看来，歹徒是行凶杀人之后才把煤气罐搬来的。你说他们杀了人之后不赶紧逃走，却把那么3个沉甸甸的家伙搬进来，这不是有些不合常理吗？你们看啊，这件事情的最大疑点就是，如果为了爆炸灭迹，为什么不把煤气罐放在行凶现场，而要搬离行凶现场，放在储物间的西墙上呢？有了，歹徒爆炸的目标不是韩玲母女，而是一墙之隔的邻居孙伟。现场发现的蚊香是引爆点，如果室内煤气泄露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就会发生爆炸。本来韩玲母女是因为和丈夫闹别扭回娘家了，晚上突然回来发现了歹徒，打乱了歹徒的计划。而歹徒因为计划外的杀人灭口非常慌张，匆忙逃离，他忘记了打开了煤气罐的开关。有道理。孙伟才是歹徒作案的真正目标。散会啊！我这就找他去。知道为什么请你上这儿来吗？还不是因为我们那倒霉的邻居柳建伟一家子。错了，因为你本来应该倒霉的是你。坐吧。这话从何说起？歹徒是冲着你来的，运来那3个煤气罐就是为了炸你，摆的位置是瞄着你睡觉时候的脑袋，仅一墙之隔啊！我说警察同志，您这话说的太悬了。是够悬的，不知道为什么没炸，要是炸了，你那脑袋早搬家了。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们说的话呀？没有，这你们说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我呀，不跟警察抬杠。我们找你来啊，
是想让你配合调查。想想看，跟什么人结过仇？什么人想杀你？没有，绝对没有。别把话说那么死。我知道，也许你跟别人结仇的原因不那么光彩，这个我们不管，我们就想知道是谁想杀你。警察同志，没人要杀我呀。嗨，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们这是在帮你，你知道吗？知道啊，可是我不需要警察帮忙，我活得挺好。那什么，你们不是要找杀别人的凶手吗？我帮不上忙。你可得想明白了，想杀你的人这回不成，还得有下回。真的没人要杀我？您看我像那么招恨的人吗？像。你够招恨的。我看你啊，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明天啊，你先说。我觉得孙伟的证词不太可信，所以我想明天啊，再通过他的熟人寻找一下突破口。明天我也会他的熟人。哎，那咱明天一块儿吧。那别介，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咱俩有时候路数不一样。装神弄鬼，走了。曾哥，有什么话您就问，我大哥交代过，对您知无不言。你不想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不想知道。我虽然不是道上人，可这里的规矩我多少也懂点。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你是搞建筑的吧？啊。我给你打听个人呢。谁呀？孙伟，你认识吧？孙伟。爱喝两口。哦，知道，认识。我还跟人家一块吃过涮肉呢。哎，怎么着？出事儿了吧？嘿，我怎么又打听上了？哎，大哥，这好奇心呢，是人类的天性。你说孙伟要出事儿，他要出事儿能出什么事儿？这小子，他不出事儿则已，出事儿就小不了，不进太平间也得进这医院，非死即残呢。那么肯定？他有仇人，2年前。他差点让汽车给撞死。哎，大哥，来，喝。案发现场、抛尸现场和案犯逃离现场特别快。从这几点来看，这个案犯胆子特别大，肯定是熟悉厂区的本地人。喂，我是江汉。好消息，有人举报说案发当晚有人看见有一个小青年在追着常静喊常静的名字，但常静没有理他。这个人长得特别像常静他们一个厂的于军儿。于军儿？于军儿？他不是和女朋友约会，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吗？孙伟啊，出了什么事儿了？让你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那个曾头，我请求警方保护。昨天晚上我收拾这个。这次没看见你被炸死，很遗憾。下次你就跑不了了，我等着看下回。这是昨天晚上有人从门缝给我塞进来的。我半夜3更就想来找你们呀。从措辞上看，写这封信的肯定是你的仇人，但不是那天要杀你的人。而且他知道有人要杀你，他在等着看笑话。是，这谁说不是呢？那明眼人一看，这事儿就冲着我来的，所以我就求你们，你救救我，别再有2回呀。这回该说了吧？跟谁结的仇？要说结仇呢，就是跟那个亚联建筑集团的梁总梁家信有矛盾。其实我也不敢惹他，他是有头脸的人物啊，那明面上头衔那一串儿。说怎么跟梁家信结的仇？那是2年前我们俩合伙承包了一个工程，
他瞒着我在建筑材料上是以次充好啊。后来我就找到他，我说咱不能这么干呀，房塌了怎么办？哎，我跟你说，他急了。后来我把这事儿向有关部门做了详细汇报，同时呢，我蒙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我退出了承包。从那以后，他一见人就说我欠他钱不还。2年前差点被车撞了，是怎么回事？哦，您说这事儿啊？后来我拐弯抹角一打听啊，就是梁总找一个外地人干的。幸亏那天在胡同里走出了好多扭秧歌的老大妈，要不然我小命完了。当时为什么不报案？你想啊，这梁总他脚踩黑白两道啊，我也不敢惹他呀。我想他吓唬我不就完了吗？可没想到还差点撞上你的那辆是什么车？开车的是谁？举报人只说听见那天晚上于军喊常进，常进没理他，别的就没有了。没有了。至于于军是不是去追常静，举报人说可没看见。由此分析，于军那天晚上去见女朋友是对的，但是时间上有误差。这个人不能离开本市，让他随时听候传唤。好，没问题。警察小伙子，我看看还是那拨人不？大妈，您有什么事儿吗？哎呦，警察姑娘，我认出你了，是那拨人。我在出事那地儿捡到的，不知有用没有。来，放这儿。大妈，谢谢您啊。不用谢。先前听见呼喊救命，我还当是哪家电视出的声儿，都没见义勇为去。现在啊，心里头还别扭着呢。那我们走了。哎，谢谢啊。好，谢谢。真是于军的钥匙。马上对他做3环血液鉴定。你们俩把我的话都给说了，黄桃白料，逮于军。这个孙伟很显然是考虑到自身的安全，才向我们吐露了实情。亚联建筑集团公司的老总梁家信，这个人身上疑点很多，幕后指使或者参与作案的可能性最大。目前掌握的情况已经得到证实。2年前有个叫张大元的，企图开车撞孙伟。这个张大元正是受了梁家信的指使，这是他酒后吐真言，亲口跟朋友说的。很显然，这是一次报复不成，又来了第2次。根据我们侧面了解梁家信这个人，他干得出来。主攻方向没错，但以梁家信的身份，社会关系很复杂，千万不能打草惊蛇。上级指示我们要抓紧时间继续查找相关的证据和证人。我想从2年前受雇开车企图撞人的张大元入手，先抓着他再说。老郑，哟，开会呢。没事，来吧。机械厂的于军有重大嫌疑，我拘了他。有消息，那个叫张大元的正在家洗浴中心泡澡呢。你带的那人先搁着，先跟我逮人去。行了，好了啊。别动，警察！小子，干嘛呀？想跳楼啊？这是2楼，知道吗？想来找个就医啊？医院想清钱啊？没那么便宜，知道吗？凭什么抓我？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跑什么呀？抓的就是你，带走。行了。孙伟的街坊被害，你听说了吗？听说了，这事大街小巷都嚷嚷遍了，还能不听说？那事儿是冲孙伟去的，那邻居啊，他就是个替死鬼儿。你怎么知道的？杀人那哥俩胡大胡二，我都认识。哦，他们也是梁总雇的。那俩人现在在哪儿啊？于军，你当你女朋友江萍萍能替你瞒多久啊？这是她的证词，她说10点就离开你的宿舍，
还有人在10点半左右去你宿舍找过你，你根本就不在。这段时间你在哪儿？我没干，我喝醉酒在家睡觉呢，我没离开过宿舍，我什么也没干。这是什么？这是在现场捡到的，这串钥匙能打开你的宿舍门工具箱，还有自行车。还不说实话？好，我们给你验血，做伤痕鉴定。还有什么要说的？让我再想想啊。哦，对了，这梁老总为什么非要灭孙伟？这事您知道吗？说说吧。这梁家信梁老总，在这行业圈里那是老大一级的人物，向来是说一不二。可这孙伟嘿，他敢跟他拧着干，想先撤股。您想想，那梁老总哪受过这个呀？就这么着呀，就恨上孙伟了，非要想法给他灭了。你还挺爱说的。我这人吧，就是越不紧张吧，话就越多。这么说你现在不紧张了？我坦白，常静是我给弄死的。你跟我说全部过程。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特想跟我女朋友干那事儿，可她不让干，跑了。我心里这股火压着出不去，就在外边瞎溜达，正好碰上常静。接着说，到这份上还不够全撂了？平平，当初你要是依了我，就不会有这事儿。少提平平，说碰到常静以后怎么着？不行，我一定要提平平。当时我把常静当成了平平，想跟他干那事儿，常静不干，我当时没别的想，就是想今天非得手不可。可他乱踢乱喊，我一不小心一使劲儿，把他给掐死了。2年前预谋用交通事故致孙伟于死地的，都是梁家信一手策划的。制造韩林母女血案的胡家兄弟也是梁家信花钱雇的，真正的目标是孙伟。胡家兄弟的下落有线索吗？那哥俩已经在逃，我敢肯定，路费是梁家信出的。好，正面交锋的时候到了，马上拘捕那姓梁的。我的口有没有信啊？那晚上再说吧。我这来了几个公安的朋友，什么事儿我哪知道？可能是他们盖宿舍楼让我暂住的事儿吧。这么着啊？你是梁家信啊？啊。签个字，跟走。我打个电话。现在不行。这个事儿吧，2年多了。你们要说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也很勉强。当时我是说了点气话，我那些朋友特别不高兴，非要过来教训孙伟。一打他们脾气不是特别好。可是后来没撞着孙伟啊，他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这还不能说没问题。梁家信，你给我老实点。刚发生的杀人案你怎么解释？我跟那娘俩没冤没仇的，我凭什么指使人杀他们去啊？凭你的智商，你不会猜不到啊！那娘俩是因为发现了凶手才被杀人灭口的。啊，对。凶手真正的目标是孙伟。啊，是。那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胡家那哥俩是你施工队的？是我那儿的。可是他们俩为什么杀人，我哪知道啊？万一他们俩跟孙伟有仇呢？我觉得咱们这种谈话一点意义都没有。算了算了，你们还是跟我的律师谈吧。啊！这兔崽子，他铁嘴钢牙，我好几次差点用脚踹他。他这种表现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要不是铁证如山，3头对岸，他能轻易伏法。说的是，姓胡的那哥俩一定得抓住。错不了。上级给的期限还有几天？哎呀，上边的事儿你就别管了，有我呢。
你们俩就抡圆了膀子，该干嘛干嘛去啊！上面的事顶住啊，辛苦的哥俩也不能放松。错不了。这是我那天晚上穿的衣服。走吧。等等，我还能回来吗？什么？我这一走还能不能再回来？想听实话吗？这辈子回不来了。走吧，你给我！做耍么赖走？你还走？如果那天晚上你让我干了，就不会有这事儿了。这人什么逻辑啊？怎么办？要不要给他叫上车去？你说再让他哭会儿？我也这么想。害死我了你！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姓胡的那哥俩在外地归案了，你给的活动经费还没花完呢。看个节目。胡大胡二已经全部交代了他们的犯罪过程，你给我好好看清楚了。邻居家有人，我们两个搬煤气罐的时候，叫那个女的给看见了，我俩一着急就动手了。我们摆好煤气罐，点上蚊香，我们就跑了。后来半天也没听到爆炸声，我们就打电话给梁总，梁总说让我把没烧完的蚊香取回，得给公安局留证据。我就又回来一趟，把蚊香拿走了，扔到河边的草堆里。最后才想起，我们一着急谁也没有拧开煤气开关。那哥俩特别想见见你，你节目也看完了，也该见见本人了。把人带进来。就是他给我们干的，就是你给我们干的，胡扯！没错，就是你。我们现在不怕你，出去。现在还是政府的天下。梁佳琪，还有什么说的？戏演完了，用错人了。我要是有你们这样的手下，就没这事儿。咱们在短期内就破获2起重大恶性杀人案，上级对咱们重案6组通报嘉奖了。好，在咱们内部啊，特别要表扬大曾。要不是他一开始就把目光盯在那3个煤气罐上，别说了，都是他把这么简单的案子弄复杂了，带着咱们大伙儿在这兜圈子。这案子简单吗？简单啊。简单。哎，太简单了。